孵了不知道多少天，终于出了一只小鸽子。如果我不说它是鸽子的话，会不会乍一眼看上去像个鸭子一样呢？有一说一，这刚出壳的鸽子确实有一些丑哦。和鹦鹉比起来，我还是觉得鹦鹉好看一些。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五湖四海的生死之交们，大家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啊！老朋友应该都知道，一直以来我都说想要养2只鸽子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消息竟走漏得如此之快，居然被我朋友知道了。刚好他家叔就在养鸽子，所以通过他的关系，我也是比较厚脸皮的要到了2颗哟。这甚至还有1颗刚刚下了不到1个小时，就直接被我拿走了。由于这个蛋没有经过快递，所以就不需要静置，拿回家就直接放孵化器里，直接孵化就可以了。孵化到第7天的时候照蛋，2颗蛋都成功了哟，看起来生命力都特别旺盛。直到8哥大军的到来，事情发生了变化。由于这些8个蛋当时都是临近要出壳的，入孵的时候我就把孵化器的湿度给调高了一些。那个时候小鸽子才孵了10天左右，应该和湿度有关吧，所以中岛就损失了1颗鸽子蛋。剩下这1颗其实我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，所以我都一直没有记时间，这也不知道孵了多少天了。昨天它就突然着壳了。早上我发现它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时间也是过去1天了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我在想这个小伙子会不会是破壳有些困难哦，所以我决定帮他一把。当我剥开的时候，果然和我猜想的差不多，这里面的蛋皮已经全部都被他顶掉了。可能是太胖了，导致他无法翻身继续着壳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得人工帮他一把了。但是也不能剥得太多啊，稍微让他轻松一下就可以了。帮助小鸟破壳一定要谨记啊，不能把它拉出来哦，一定要让它自己从蛋壳里爬出来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哟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啊。孵入到一半，它的翅膀露出来了，我想这下应该出壳问题不大了吧，就把它放回去继续孵着了。第2天早上起床，第一时间就跑到孵化机里来检查小鸽子有没有出壳，果然不负所望，它已经出来了。可能它也觉得这个世界太过于危险，所以出生的时候还带着盔甲嘞。初步给它检查一遍，吸收良好，身体各项指标一切正常，顺利的把它移到这个小盒子里，放回去继续保温。等过几个小时，咱们再过来给它喂奶。放回去之前稍微逗了逗它，这小子还比较活跃哦，都已经知道问我要吃的了。可惜目前我还不打算要喂它嘞。时间飞速流逝，等我忙完2个小时就过去了。这个时候它好像是真的很饿了，那咱们就给它准备吃的。开始给它喂食吧。鸭子，这个我还没用针筒喂过哟，这该怎么搞嘞？突然有一些紧张啊。来，第一次用针管打奶，喂的也不是很多，先就这样吧，至少速囊里不是空的了嘛。说实话，我是真的有些紧张啊，生怕给它戳到了。因为保温箱做的是小8哥的温度，如果这个鸽子一个人住的话，应该对它来说温度不够的，所以就把它和8哥放到一起了。时间到了晚上，我发现我下午1点多给它打的奶，好像是一点都没消化呀。这个家伙是怎么回事嘞？到了小鸽子出壳的第2天，昨天给它打的奶1天都没消化，所以昨天就吃了1顿啊。然后我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这都又过去1夜了，好像这个速囊还是这个样子。我在想啊，难道是我打错了，还是怎么回事嘞？它该不会活不了吧？给它喂的是鹦鹉奶粉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呀，为什么会不消化嘞？目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所以就继续把它放回去再观察了。也是到了下午，我才给它喂今天的第1顿奶，相当于过去整整1天了，这才是它吃的第2顿奶哟。这肯定就是消化不正常嘛。时间过去4个小时，我来检查上一顿给它喂的，看起来好像还是消化了一些，排便这些也都正常，最主要的就是消食比较慢，所以我决定给它喂点益生菌，看看有没有效果。都说鸽子是很好养的，我怎么觉得这么难养呢？这出壳2天了，看起来毫无变化，一点都没长，也是折腾到晚上，1天就这样又过去了。出壳的第3天，我一度以为这个小鸽子我都养不活的，没想到都3天了，它依然健在啊。精神状态这些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困扰我和它的依然是消化不良，而且3天了，我看它好像也是没长诶。通过排便情况观察，这个身体也是健康的呀，
还是老方法，每顿都给它加益生菌喂，能消化一些算一些。时间来到今天，也是出壳的第5天了。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我用这个针管喂的方式不对，所以导致这个家伙好像一直都有点消化不良的样子。最后我还是改变了喂食方式，就是直接把针管前面那个软管取掉了，模拟鸽妈妈喂它的方式，让它自己索取，看这样吃下去的会不会好一些。这个食物的温度也是35到40之间的，计时的话应该不是食物温度过于低导致的，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。如果是针管伤到它了，这家伙应该是好不起来的呀。现在反正每顿都有加益生菌哦，但是效果不大。昨天晚上我甚至都把这个健胃消食片给它加进去了。只要能好起来，该用什么就尽管用吧。确实是第一次养鸽子，有一些缺乏经验啊，导致它现在出壳5天了，好像也没长多少。不过还是有好消息的，它已经睁眼了。看起来还是长了一些，虽然说长得不是很多，长得慢也无所谓，反正最后都是能够长大的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想看它后续成长的朋友，记得点个关注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小鹭鸟出壳第4天了，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变化。呀，这看起来还是没长。这个吃了4天的饭，怎么一点没长呢？反而越来越瘦了。背上这个骨头都看得到了，头反而还大了不少。这个头和身体比例不成正比嘛？这么大一个，你看下半身呢，这么小。不过还是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，从昨天晚上开始，它都会自己张嘴吃东西了哟。每次听到我吹口哨，立马就起立了，一次也是要吃3、4个左右，这一点还是比较值得高兴的。哎，重新来。哎呀，今天怎么回事嘞？昨天不都吃的好好的吗？一口一个吃的老香了，今天怎么就不吃了嘞？哦吼，这个状态又不行了呀！昨晚特别活跃，特别精神，今天早上怎么回事嘞？开饭，小嘴。这又被打回原形了，开口只能给他灌了。我感觉他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，先给他灌个吃的，等会儿再给他喂个药。吃饭，小队，吃了才好。吞下去了，就给他吃一个吧。今天早上看这个样子也不是很想吃，再给他喂一滴这个药。昨天喂了1次，晚上看他精神状态不错，我还以为他好了，结果今天早上又成这样了，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啊，很危险了，好像吃的东西全长头了，这个身体还越来越瘦，这个背脊骨都看到了，这个蛋黄吸收了一些又停止吸收了，还在这儿留着。今天都已经是第4天了哟，正常的第4天都已经很大了，不好搞哟。哎，把它放回去了，尽力了，能不能活看天意了。然后当我准备给这4只喂食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大的好像也有点不对劲。一般每次我吹口哨的时候，它们立马就起立了，这个家伙反而就这样趴着。看到没？它为什么不起立嘞？我发现这最后这几只都不是很顺利啊。看人家这种正常起食的，这个大腿蹬得老有劲了，他这个动都不动一下。不过他现在还要吃东西，
应该问题不大，先养着再说吧。给它们喂食了。